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台机器，就是身体组成分析仪，大家应该更常听到的名字叫做 InBody。这张 A4 报告的内容，其实藏有很多你可能没听过的秘密哦。身体组成分析仪 InBody 的基本原理，主要是基于生物电阻抗分析 DIA， 也就是机器透过身体传送一个低强度的电流，并且测量身体不同组织，包括像我们肌肉啦、脂肪、水分对于电流的阻力而得出来的报告结果。当然，这个电流的强度呢非常低，你是完全感觉不到，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的，所以可以放心测量。大家会听过这个机器，应该多数是因为在健身房或是运动中心会看到它吧。一般的用途主要是用来分析一个人的 BMI、体脂率跟肌肉量，再根据这些数据制定运动计划。使用 InBody 来评估体态及健康确实是很重要，但其实呢，身体组成分析的数据不只在运动或减肥时有用，它们还可以告诉我们要如何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哦。接下来我们就针对2个你有必要知道的项目来介绍。第一个，内脏脂肪数据，在之前的影片有说到，内脏脂肪越高的人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程度也会越严重。这里就为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。根据国际睡眠期刊上的研究，体重较重的人，脂肪可能会有更高几率堆积在会厌附近，尤其是在喉部脂肪垫的区域。透过这张图片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脂肪如果堆积越多，呼吸道开口的空间就会越小，对于睡眠时的呼吸就一定会有影响。此外，若脂肪堆积在舌头，那当你睡觉，全身肌肉都放松时，肥厚又无力的舌头往后掉，更容易造成呼吸道压迫，那你也会没有办法顺畅呼吸。我们团队自己的统计研究发现，喉部跟舌头这2个地方与内脏脂肪堆积高度相关，会直接影响到睡眠时的呼吸，所以千万不要忽略内脏脂肪的升高哦。第2个，四肢水分含量。四肢水分的数值理所当然的会受到测量当下的状态而浮动，喝饱水啊，刚做完运动，或者上厕所的前后，或者特别是刚起床跟睡觉前都会有一点差异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睡前及睡醒的差异呢？因为其实水分也会对睡觉时的呼吸造成影响哦。当一个人的水分全部都堆积在下半身，然后去睡觉的时候，这些多出来的水分就会回流到上半身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根据研究，大约会有100cc 的水会堆积在呼吸道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狭窄的上呼吸道要多承受这些水分带来的压力，想当然尔，你的呼吸就会不顺，打呼变厉害，最终就产生后面一系列的问题。InBody 各项指数的标准值会依照个人年龄、性别、身高、体重等差异有所不同，建议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，有更准确、精准的建议才会比较安心哦。今天对于身体数值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介绍就到这里。之后的节目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好好呼吸、睡个好觉的影片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